非常欢迎今天跟大家聊聊 Mac。其实 Mac 这个话题我一直都想拍一期视频来跟大家聊，因为我对 Mac 的感情还是蛮深的，它在很多方面都影响到我。那我之后也会再说。那这视频我没有打算写文稿，我就是想即兴的真诚的、认真的跟大家聊一聊 Mac 这个话题。在我身后是我家里的 Mac，基本上涵盖了现在 Mac 的一些产品形态，包括MacBook Pro、MacBook Air、Mac 笔记本，还有iMac 一体机，还有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这样的 Mac 主机。但是我不想把这些视频做成一个 Mac 产品线的介绍，或者说选购指南。我更想结合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跟大家聊一聊我对 Mac 的理解，以及我和 Mac 之间的故事。我想先从 MacBook Pro 开始聊起因为我的第一台 Mac 其实也是我的第一台苹果产品就是 MacBook Pro。那个时候是2013年我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收入不是很高，我买了一台二手的 MacBook Pro。当时我身边用 Mac 的人其实非常的少，我记得那台 Mac 还带光驱，后来我把这个光驱自己给它摘下来，然后给它换成装了一个固态硬盘。我还记得那天应该是工作日我就下班之后我去提了这个 MacBook Pro， 然后把它非常兴奋的把它拿在怀里抱回家。那当天晚上就去摸索探索它的每一个，那时候的 Mac 系统还叫 OS X， 它系统的每一个设置、每一个软件、每一个细节我都把它摸索透了，所以我很快花了几个小时就把那台 Mac 上手了。从此以后，我直到现在12年过去了，一直都有一台或者是几台 Mac 陪伴着我。为什么说那台 MacBook Pro 对我的影响很大呢？因为从我买了那台 MacBook Pro 开始，它激发了我在 Mac 上、在电脑上创作的一个想法和欲望。我开始每天晚上下班都在出租屋里面用这台 Mac 上面去coding，去写一些东西。我还把我自己写的东西用自己建的一个博客网站发布，后来发布到简书，当时看的人还蛮多还收到简书寄来的那个奖品再后来就开始在知乎上面去写一些文章，分享一些 Mac 使用的一些内容，也是收获了不少的读者。包括其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读者，后来成为我现在的老婆，所以也是机缘巧合就是如果当时没有买那台 MacBook Pro， 我可能就不会开始去做业余创作这件事情，也就不会写那篇文章帖子，也就不会被他看到，也就不会产生这个连接。我现在的家庭，我现在的人生，我和我在一起的人，我居住的地方，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那台 MacBook Pro 毕竟是二手的，在我买的那一年，它其实已经是前2年的产品了，所以后来我就想买一台 MacBook Air， 因为我觉得 MacBook Air 的外观真的非常的漂亮，尤其是当年的那个楔形的设计，就看起来非常的轻薄优雅但是我当时也是考虑到预算，我也是买了一个，我记得应该是苹果官方翻新的11英寸的 MacBook Air。可能近2年接受 Mac 的朋友都不知道，就当年 MacBook Air 是有11英寸的，大的那个才是13.3英寸。我那个11英寸的 MacBook Air 其实我用的时间很短，因为它首先它的屏幕比较小，而且那个年代的 MacBook Air 是没有视网膜屏的，那种普通的屏幕会觉得眼睛疼，真的会眼睛疼。其次是因为它的轻薄牺牲了它的性能，所以它只能当做一个上网本用，所以很鸡肋就很快我就把那台 MacBook Air 出了。所以后面好几年 MacBook Air 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一个工具，所以我后来即使换 Mac 也是依然会选择 MacBook Pro， 包括后面我选择了一个更大的性能更好的15英寸的那个 MacBook Pro， 真的它就是一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离不开的工具回家的时候我会把它连上外接显示器，有时候会把它带到公司去用，偶尔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它，因为它的性能很强，而且又有一定的便携性所以后面很多年我都是用一台 MacBook Pro作为我唯一的 Mac。让我对 MacBook Air 发生理解认知上的变化的是要追溯到苹果发布 M 芯片的那个时候。那虽然那一年我没有买那个M1芯片的 MacBook Air， 但是我那年买了那个Mac Mini M1 的。
第一次用了这个 M 芯片之后，真的还蛮震惊的，我就觉得 Mac 真的要改头换面了。所以后面一年我就体验了一款 M2 芯片的 MacBook Air。怎么说这个变化之大呢？就是自从有了 M2 芯片的 MacBook Air 之后，我的Mac 笔记本就从 MacBook Pro 那么多年的 MacBook Pro 换成了 MacBook Air，因为我突然发现有了 M 芯片之后 ，MacBook Air 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中看不中用的一个工具了，它是一个完全能够满足我使用，并且我用起来很爽、很轻松的一个移动工作设备。所以如果现在有人让我推荐是选 MacBook Air 还是 MacBook Pro， 我觉得性能已经不再像当年那么的强调了，因为这个 MacBook Air 的性能，尤其是 M2 或者是 M4 这个 MacBook Air 的性能啊，包括它的电池续航，它整个的体验都是上了一个大的层次。那这一个大的层次就可以让原来用 MacBook Air 不够用的人突然变得够用了。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虽然我有那个 MacBook Pro 也有 MacBook Air， 但是我会发现我用的更多的还是这个 MacBook Air。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用的时候会更加的轻松，没有压力。所以站在2025年再去理解这个 MacBook Pro， 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就是移动工作站。就是它进可攻退可守，你既可以把它放在家里面或者是公司插一个显示器作为一个 Mac 主力机，也可以把它，尤其是这个14英寸的这个尺寸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大，你可以把它放包里面随时带出去，整个工作都可以带着走。而且它的扩展接口啊非常的丰富方便，你不需要带一个拓展坞了，而且它的电池续航也是非常非常的顶。我记得这个 M4 的 MacBook Pro 的续航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所有的 Mac 有史以来的所有的 Mac 笔记本最长的一次了，所以它可以帮你省下很多外设的东西。其实还有一个点需要关注的就是 MacBook Air 的价格，我记得应该比 MacBook Pro 要低很多，即使是搭载 M4 的最新款的 MacBook Air， 它价格你算上有一些教育优惠和国补之后，也好像只需要7000多就可以拥有这么漂亮、这么出色的一个产品，真的非常值得。那接下来我想聊一聊Mac 台世界啊。首先想聊一下这个 Mac 主机。那这台是我现在每天用的 Mac 主力机 Mac Studio， 它个头比较大，也挺沉的，接口也非常丰富，性能也非常的棒。还有一个是 Mac Mini， 这个可能用的人会更多一些。我的那个 Mac Mini M2 现在在家里面当 NAS 用啊。苹果最新的 Mac Mini M4 就只有巴掌大小，真的非常的精致，而且放在桌面上不占地方。就很多人会推荐从来没有用过 Mac 的朋友，第一台 Mac 去选择 Mac Mini， 因为它的理由是 Mac Mini 的价格很低，而且它的性能也非常不错。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不是那么的推荐第一次用 Mac 的人就先从 Mac Mini 上手啊，我还是更加推荐选择 Mac 笔记本。那如果你选择 Mac Mini 的话，那你实际上只是获得了一部分的 Mac， 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 Mac。首先你就需要给它配一个显示器，而市面上的很多第三方的显示器，它的屏幕素质可能没有苹果笔记本的那个屏幕素质那么好。然后你还需要给它配键盘鼠标，那除非你用的是苹果的妙控键盘和妙控鼠标或者触控板，否则的话你用第三方的鼠标都是会有一些割裂感的。比如说作为 Mac 新手，你一开始就错失了这个体验高效优雅的 Mac 触控板的这么一个体验。那除非你自己给它配一个妙控板，然后是苹果的键盘，它的布局设计跟Windows 的键盘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你用的是第三方键盘，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的体验到苹果的这个键帽的跟苹果系统之间的这种结合，以及如果你想用这个苹果键盘的 Touch ID 解锁验证的话，那第三方键盘也是没有的。就这些体验啊，包括麦克风和扬声器，Mac 主机也是没有的。当然这个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是有那个扬声器的，但是它那个扬声器只是为了让你听个响，所以你还是要给它外接一个桌面音箱。所以如果你选择 Mac Mini， 虽然看起来你省钱了，但是你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成本去折腾、去购置这些外设，去给它连接，并且你获得的体验未必有买一台iMac 或者是 Mac 笔记本的体验那么 Mac 那么完整、那么彻底。所以我觉得 Mac Mini 适合那些已经
有了一台 Mac 笔记本，并且对 Mac 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感受之后啊，再买一台Mac mini 作为一个固定的台式的一个 Mac 的一个补充，我觉得非常不错的。最后我还想聊一下这个 iMac， 就我身后这个蓝色的，那这个 iMac 可能用的人不是特别多啊，但是我觉得它是一台非常有意思的产品啊。iMac 是一体机啊，顾名思义就是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帮你考虑好了，你买回家拆箱插上电源就可以用，就你不需要关心那些各种外设啊、连接啊，而且放在家里也是非常的漂亮。你像有一些电脑，你放在家里面，你个大主机机箱你要连一些各种外设啊，还有各种线啊，还有这种黑不拉几的显示器。那 iMac 其实非常的漂亮优雅，你放在家里面就像一个装饰一样，它有很多款颜色，可以根据你家里的这个装饰的风格去选择不同的颜色去搭配，而且它非常的轻便。如果你真的想把它移动的话，只需要把这个电源线，它是这个磁吸的，拔掉，然后这个整个的机身是非常轻的，就只有几公斤嘛，就是比一般的。而且它是24英寸的，就没有27英寸那么大，但是它的屏幕素质是非常棒的，是 4.5K 的吧，就达到了苹果对视网膜屏幕的定义。前2年民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买 iMac 就是买显示器送 Mac。确实，它光这块屏幕的素质都非常高了，而且这整个的 iMac 一台也就几千块钱。不仅获得了一个非常棒的视网膜的屏幕，而且它的音箱、扬声器也非常棒。如果你用过 MacBook Pro 的扬声器的话，你都有感受。Mac 的扬声器，除了 Mac 主机啊。Mac 的扬声器都是非常棒的，如果只是用来听听音乐或者是爱奇艺的话，那这个音箱效果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而且你不需要在桌面上去外置很多的外设了，包括它也内置了摄像头，还有麦克风这些，就是真的开箱即用，而且看起来非常的简约，你看不到那些外设，但是它实际上都集成在一块了，包括它的鼠标键盘也都是无线的，就摆在家里面非常的简洁。现在回想这10多年来啊，如果说有一个东西对我影响，对我改变最大的话，那一定是 Mac。Mac 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影响了我的视觉审美的一个形成，也影响了我对很多东西的看法。因为一个真正好用的趁手的工具，确实能够让我能够触达到更加宽广的世界吧。我觉得Mac 就是如此，至今依然有一点怀念我当时买的那台2手的 MacBook Pro。我现在还能记得那天晚上我在那台 MacBook Pro 上面去折腾，去安装一些东西，那种兴奋感，其实现在已经很少有那种感觉了。但是在我当时是不可能想到，眼前的这台会对我接下来的人生有如此多的影响。总之，我还是很庆幸我当时选择了一台 Mac 作为我的个人电脑。我也挺庆幸我们这个时代有这么多的好用的工具，它可以让你即使单枪匹马，你也有足够的底气去完成一些事情，去在这个世界上面存活，去做出一些东西给这个世界去看、去分享、去使用。好，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吧。非常感谢你能够看到现在，我是黄洋，我们下期再见。